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死者是何人啊？非主家，是外人。哦，哼，怎么才来啊？我的马慢，尸体没动过吧？当然没有。即，死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颈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孟律师，怎么了？孟律师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！不要！孟律师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这，光手，我家胡耀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。哎，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时每日夜值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4初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公谢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，鬼市所受扬州6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收啊？孟令时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，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。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多谢2位贤弟相送。杜兄啊，宁湖富庶，你去了以后不会吃苦受罪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做过宁湖司马呀？可说呢。不过我也听说，那里遍地都是鳄鱼。你不招它，它不会咬你的。哎呀，到底不如我关中啊！好像倒是有好酒，叫什么来着？南天女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到了宁湖，我就可以好好的品尝南天茗喽。杜兄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我当然是不高兴了，我都被贬官了，如何高兴得起来？可你这神色，完全是兴高采烈、如愿以偿的样子。瞎说，苏明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蒙蔽天子，你这个骗子，你！看在你来送我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刘凌峰，你是君子，品行端正，能文能武，难得的人才。按说，这回诛杀凶手敖天，护佑京师安宁，论功应晋升，接替我做雍州长史才对。可惜我说了不算。
祝你好运吧。其实，我也曾跟随过狄公，虽捕贼不如卢凌风，断案不如苏无名，但到了宁湖，也定有我杜明的用武之地。走了。要说呀，最厉害的还是当今天子。安葬金吾四将叫我去，不让杜明跟着，知道为何吗？怕别人看见尸体，戳穿你的谎言。对喽，能在危难之中抓住机会，扭转大唐走向，当今天子绝非等闲，真让人佩服。哎，找不到真正的白泽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本没有什么可沮丧的。只是，已转向朕这边的杜明，如今被赶出了京师，公主府那边一连推荐了3个人选，虽都被朕给否了，可他若再次推荐，恐怕连否的借口都不好找。你以为卢凌风如何？陛下，您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局面，这雍州府长史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不可意气用事，轻易授予他人呢。可朕目前无人可用啊。熊千年已回到长安多日，老奴一直暗中观察，未曾见其与公主府那边有任何交集，一直在等着天子降恩呢。熊千年啊，他以前就在朝中做官呢，只不过后来才成为南州刺史。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，朕怎么就把他给忘了？卢兄，哎，苏兄，熊刺史一向可好啊？哎呀，这南州任上的称呼，熊某听起来甚是亲切呀。称呼叫错了。哎呀，下官苏明见过熊长史。官？我刚才看了名册，并没有记录苏兄所任何职啊。哦，苏无名乃现任雍州府刑狱博士，载我回家。哎，刑狱博士，是吏部认可的正官吗？这个杜明真是胡闹！苏兄如此大才，怎么能给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什么博士？那在熊长史看来，我这个什么博士，今后当如何呀？还得按照朝廷的规制。不过呀，熊某是最讲交情的，你不是还兼任着暗探总监吗？啊，这个职务接着干，我毫无异议。另外呀，但凡有机会，熊某必推荐苏兄。当今天子求贤若渴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苏兄定会像熊长史一样依子卓非。不敢收啊。哎，既然这雍州官员名册上没有苏某的名字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想必新任的长史和司法参军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公务要谈，不打扰了。不打扰了。苏兄，苏兄，哎，你看这。苏无名是公主的人，所谓的刑狱博士，也是公主封的。多谢内侍提醒，熊某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元朗。元朗，真的是他！如何来迟？我已等了半个时辰。郎君勿恼，我飞越秦岭江淮时还好，但途经洞庭湖时，突然起了大雾，便迷了路，竟飞向了华亭，后又折返回来，所以才耽误了些时辰。你可曾想我？好你个袁郡县，果然是你！还是先说说孟不疑吧。我们重修旧好，他难道没有觉察？他觉察什么？他每日攻谢业职，我们这里朝阳似火，他那儿还黢黑一片。袁郡县！孟令史，今晚又是您夜迟啊，用不用小老儿去给您买点可口的吃食啊？那倒是不用了，我从家里带了吃的了。哦，令史家娘子真是贤惠呀。那是，听说令史先前所著的《神都怪谈》都卖到书铺里去了，而且很畅销，赚了不少钱吧？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哪儿赚什么钱了？那都是谣言，别听。令史请放心，您在公谢利用业职时间偷偷写书这件事，老朽是不会说出去的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那我也没耽误正事。是啊，就算白天有事也写，又怎样？只要没耽误正事，嘿嘿，老朽觉得就无妨。对了，老朽有个蛇妖的故事，令史要不要听听？要是写在你这志怪笔记中，这一定有人喜欢。什么妖啊？蛇。苏明，伤还没好就舞上剑了，叫了3回都不理我。那位也是，官都丢了还在那儿写，叫他吃饭也不来，就好像那笔墨成就之物能管饱一样，他还美滋滋的，真气人。要不我去叫师傅试试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老费，哎呀！济世公，济世公！老费，怎么了这是？看着像中毒了。他刚才吃了什么呀？樱桃，快拿解毒丹药给他服几颗。闪开！您别扭着腰，解毒丹丸就不要了。既然都回来了，能不能开饭了？哦，你这是在给我们用废子兵法呀？怪我一时写高兴了，耽误您好吃饭了。我也有错，刚才喜君好像叫了我3回。没事儿，本来也不着急的。他俩到底是怎么了？开饭。都吃饱了。那我有件事儿想请教卢参军。说。
如今我这个刑狱博士的头衔没了，但熊千年说了，暗探总监让我接着干，故我想问问，我这月俸不会减吧？当然要减，月俸是朝廷给的，1文钱的便宜都不能占。不能再减了，我那月俸本来就低。那是你愿意的，你也算是自作自受。哼，其实苏某啊，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些，大不了暗探总监我也不干，我以为自己寻道生计。什么生计啊？哼，哎，来，看看。苏先生，你写的这是什么呀？可塑生计？志怪笔记，我苏明大小也是个名人，我写的志怪，那书铺还不得抢着要，卖的还得贵呢，谁能有我这精力？关键是我写的有意思啊！哎，吃饱喝足了，你们都过来，我给你们念一段。来，我爱听。我就给你们念今天刚写的啊，大唐。念什么念？你得狄公亲传，却要写什么志怪笔记？你对得起恩师吗？那我也得活下去啊，总不能让大家养我吧？颜面何在？你那穷酸的面子一文不值，收起来吧。你这话说的真难听。难听吗？你丢了官职，只是一时，不是一世。狄公大志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当初看中你，是希望你成为国家的栋梁，不是想叫你写这些志怪的故事去欺骗小孩儿。你这话说的偏颇了啊！看志怪的不止小孩儿。没错，我就爱看这些神呐怪啊的。你看，我不与你们争论。总之，此路行不通，不让写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已经想了很久，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我能说说吗？哎呀，义妹，这是你家，你是主人，有啥不能说的？到我这儿来说。去，师傅。我自幼生长在长安，此番回来后，更是平添了许多对家乡的热爱。110方，我带樱桃逛了个遍，真是繁华如梦，不愧为天下第1大都会。单说吃，各地的美味佳肴应有尽有，唯独缺了一样，也是我最近梦中常忆起的一道美食，我们大家都吃过，在沙洲。苏珊？对，就是苏珊。若能把这道敦煌美食引入长安，那烈日炎炎之际，便是长安百姓大有口福之时，也是功德一件啊。喜君的意思是开店？是啊，开个苏珊店，店铺嘛，可以选在盛业坊、平康坊或者东西两市，店面不用太大，但也不能太小，店内要布置得优雅些，因为食此美味者，并不是为了充饥。还有，苏珊的做法亦可翻新。长安不比沙洲，长安的应季水果多，苏珊亦可做出更多的口味。长安米贵，房子更贵，开个店铺需要很多本钱呢。我可以卖出宅子。啊？把这宅子卖了？这可是裴侍郎留下来的。再说咱住这儿挺舒服，卖了住哪儿啊？老费，你还是不知道我家小姐的实力。除了崇仁坊的这处宅子外，我家小姐在宣阳坊和延寿坊还有2处宅子呢。这样的地段，那宅子得多贵呀！哎呀，看来裴侍郎这官没有白当啊。季师公，你误会了，我爹只拿朝廷的俸禄，并没有拿不干净的钱。这3处宅子均为变卖祖产后购置的。我爹那时问我有钱了做什么，我说买宅子，因为长安美，是我大唐之心，天下人都
愿意来此居住。哎呀，喜君了不得！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，我也不会多年飘荡在鬼市了。那以后就不能叫裴小姐了，要叫裴老板啦。不可。罗参军先说。通过南州的欧阳泉，云顶的司马亮，我对这些商人虽大有改观，但是毕竟喜君出身于河东裴氏，一旦让人知道，恐怕为家族所不容啊。哎呀，确实如此。有朝一日裴侍郎要是回来责问起来，我这当义兄的也没法交代啊。这样，若义妹信任这个老板，我来当。亦不可。苏明也不行，你经商肯定没问题啊。可说呢，这个暗探总监你还当不当了？你可先想好了，虽为暗探，却对查案缉凶、护卫京师安全大有帮助。且你曾说过为长安百姓甘当牛马，要食言吗？做苏山店老板和暗探总监，他不冲突啊。既为暗探，就应藏在幕后。万一苏山店的生意火热，长安的人岂不都认识你了？如何暗，又怎探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么说的话，哎，嘿嘿，苏山店的老板舍我费英俊其水，赞成的举手。替师公最合适了，我同意。你们俩举不举都无所谓了，已经4只手了，过半了。从今以后，什么老费啊，什么技师工啊，费老神医啊，就都不要叫了，要称某费老板。苏山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就叫六合苏山店。你我6人同心协力，日进斗金，使生意兴隆。以后要叫生意兴旺。兴隆怎么啦？必天子明慧，我就叫兴隆，兴隆，兴隆，兴隆。哎，卢凌风，在家念叨念叨，没事。熊千年好大的胆子！他不知道邢玉博士是本宫为苏明设置的官吗？他当然是知道的。这么说，熊千年是投向了天子。雍州长史的人选，我们推荐了3个，天子皆不允。如今，熊千年猝然就任，想必一步成为天子死党。所以说，一上阵就把苏明踢出了雍州府，这是摆明了要针对我呀！恕崔某直言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何意？那苏无名虽是公主一手提拔的，但对您也未必是死心塌地。单说终南山之行，听见白泽叫声这种鬼话，摆明就是在维护天子的脸面。不出意外，必是那苏无名编出来的。此人左右逢源，不堪大用。不像你，忠心耿耿。那是我提拔他的时机不对。如今苏无名从大理寺少卿一路被贬，现在连邢玉博士也被罢了官，人生可谓到了低谷。此刻若得重用，必将对我感激涕零。让他到公主府来当差。好像来不及了。怎么？他离开了长安？那倒没有，但在圣叶坊最繁华之处开了一家店铺，卖一种好像叫什么苏珊的。当了商人，这苏无名怎么能这么做？
值此良辰吉日，我们六合苏山店就正式开张了。多谢，多谢诸位捧场，多谢啦。没见过世面，苏明，下面什么词儿？你是老板，准备了这么多天，开场白都没想好？我没想啊。介绍介绍自己。我就是这苏山店的老板，本人姓费，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技师，就管我叫费老板即可。接下来呢？喜君，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苏珊。我来说。今日，费老板和众亲朋开了这家苏山店。那么有人一定会问，到底什么是苏珊啊？好不好吃？我来告诉诸位，何止是好吃，绝对是美味。吃了不仅能清凉一下，而且能延年益寿。我裴喜君是长安人，老乡不骗老乡的，欢迎大家入店品尝。每盘苏珊2文钱。今日开张第一天，减半。这叫什么山？这能吃吗？别再把我们牙给硌了。听说就是些碎冰茶，这吃了会坏肚子的呀。是，谁肚子坏了？我费老板给他医治，保管是药到病除。什么苏珊店？我看你就是为了让人吃坏肚子，然后卖药吧？不是，他们就是骗子。不是这样，不是的，不是。诸位，听我说，这苏珊啊，是沙洲特有的美食，在西域那边很受欢迎的。我们的费老板之所以把苏珊引到长安，那是因为他在沙洲就领略过苏珊的美味。回到长安啊，日思夜想，不能忘怀，也是为了让长安的百姓能尝到沙洲的美食。所以啊，大家放心，吃了它绝不会闹肚子。我们用的都是新鲜食材，开店的各种文书我们一样都不差。文书，快，大家请看，这是太府寺的。真是太府寺的。这是雍州府的。这是万年县的。这是这怎么还有东市？你不是说多多益善吗？我就顺便一起给办了。啊，总之呢，开店的文书非常齐全，将来我们还要去东市开分店，这不把东市的文书提前都给办好了。年礼。公主殿下，这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？苏明，开店这种事，亏你也想得出来了。你难道不知道，你现在的境遇只是暂时的吗？主要是在敦煌学会了一种制作美食的手艺，不想浪费了。今日为商，未来是不想为大唐效力了。商人上税，也算是为国家效力吧。哼，你可真会装糊涂，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公主，您误会了。苏明今日是来帮忙的，这苏珊店的老板是费英俊。费老板拜见公主。什么费老板？
费老板，神医变老板，这在长安也是史无前例吧？诸位，这个费老板可是大有来头，乃药王孙思邈的弟子，且在洛阳救过本宫的性命。只是当时本宫惊魂未定，至今未曾报答。听闻新店开张，特来祝贺。拿纸笔来。喜欢吃鸡，本宫封你大唐鸡公。凡在我大唐境内，不论你走到哪，当地官员都至少向你献上1只鸡。这礼物你可喜欢？我喜欢，我太喜欢了！费老板再谢公主。这次来的匆忙，改日做成金牌再给你送过来。我老费也是长公主的人了啊！还不赶紧请公主进店里品尝品尝苏珊？好，公主，请品尝苏珊。哈哈，苏珊，以前听西域使者提起过。只是从未吃过，今日正好，一起品尝。是。为什么？喜君也在这儿帮忙啊？何止是帮忙，钱都是他出的。这3份苏珊是我亲手做的，请公主品尝。竟是这般味道。奇。公主说，苏珊的味道很奇妙，跟我一起喊。公主说，苏珊的味道很奇妙。公主说的。崔相，你也别站着，一会儿也尝一尝，真的挺好吃的。谢公主。公主又说，苏珊真的挺好吃的。公主说好吃啊！连公主都来祝贺店铺开张，还亲自品尝，看来这味道肯定错不了。就是，刚才谁说的吃了闹肚子的？那不胡说八道吗？就是你说的嘛。就是你说的。我说了吗？那能跟公主吃一样的东西，就算闹肚子我也认了。等会儿公主出来，我一定第一个进苏珊店吃苏珊。对，我也是，吃苏珊，吃苏珊。崔相，您的苏珊好了。哦，
你继位从商，便到公主府来吧。现任资议参军，再升长史，可满意？公主，还是算了吧。哦，嫌官小啊，那就直接做公主妇。我不是嫌官小，我是不舍得卢凌风。虽然我已不是刑狱博士，但还是暗探总监，不是？这暗探总监虽不算什么正式官职，但对司法参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帮手。自卢凌风到雍州府上任以来，设立流动公堂，入方办案，深得民心啊。不过这京畿之地，人口何止100万，那积案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是怕卢凌风他积劳成疾呀，故请公主就容我留在他身边，帮他出谋划策，替他排忧解难。公主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协助他。你这番托辞，不会是害怕得罪那个人吧？公主都如此器重我，大唐境内我苏明还有何人足惧？别装糊涂了。不过你这借口我倒是认可。我儿卢凌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在身边辅助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儿必将出将入相，到时候你自然亦不在他之下。如此，多谢公主。把裴喜军叫过来。公主，坐吧。喜君不敢，叫你坐就坐。多谢公主。我儿倔强，可常与你争吵。有时也会吵，但他会让着我。那他对你可比对我好啊。那日我去探他伤情，与他争吵起来，对我可是半句不相让啊。因是卢凌风被伤痛所折磨，说了些胡话。卢凌风虽然木讷，却不是朝三暮四之人，日后他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今日开张，卢凌风怎么没来？公务在身，流动公堂今日入青龙坊。快点，快点，坐下。开始了。大概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要说也不能算个案子。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要不我不报，我们邻里之间相互调解就算了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好吧，邻里间以和睦为最好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卢参军，这太过分了，我去把他们轰走。青龙坊并无陈年旧案，无人申冤，也没有人口失踪，而且歌舞升平，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？跳的什么呀？这么多人看。其实，大家都是来看那个红药的。红药是何人？弹琵琶那个，以前可是军康帮的花魁，赫赫有名。那我们也去看看，反正无人报案。是我。
看看你，怎么不带把伞呢？这浇的哟，真叫人心疼。别这样，一会儿有人进来看见了。哎呀，谁会过来呀？你忘了，我们第一回不就是在这雨师庙互诉衷肠吗？红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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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药！你是不是看着其他男人了？我本来就是有郎君之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若再骚扰我就去告诉方丈。不是，你过来！放开我！哎呦，伞归我了。好你个红药，摔死我了！红药，红药，别走啊！红药，就是觉得天门会下雨，特地给你送伞。哎呦，你别着急走，被冰雹砸到很疼的。准是看着其他男人了。我得查清楚。下雹子了。哎，这就是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贼，白头贼。我是少白头，但不是贼。不是贼，不是贼，为何在我家里？我这是个寄居郎。什么郎？寄居郎，就是趁人不在家，潜入其宅中过活，有时白日潜入，有时晚上潜入。哦，但绝不偷盗，且会在主人回宅之前就离开。只是今日你回来早了，所以才撞到。你还知我几时回家？当然，我们寄居郎可是会把主人回宅的时间算好。你丈夫姓孟，这个月每晚都在公谢夜值，而娘子你每日傍晚酉正时分出门，亥初时分回家。哎，只是今日才虚正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真不是贼，不信你搜我身上，绝无你家东西。报上名来。我家阿将。其实长安有很多我这种人。什么人？私闯民宅就是贼，我报官抓你。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，但就是别报官，这牢里可没别人家舒服。你好像真的不是贼，若是贼，我说了报官，你必心生歹念。是啊，虽不是贼，但也犯了罪。今日新任司法参军刚来清明坊，专门听了我谈匹马。我若向他去报案，他必重重的罚你。娘子开恩啊！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，娘子开恩！我给你磕头。不报官也可以，但你得为我做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不行不行，这种事我不能做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很为难，但你也是有好处的。伸出手来。银挺。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你教我杀谁？羊汤，羊汤啊！热乎的羊汤啊！哎，来碗羊汤啊！不了，下回。羊汤，羊汤，热乎的羊汤。
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定金带了吗？当然。听说老猫在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上很有手段，你帮我查个女人，我怀疑她行为不端。你家娘子在外边有相好的了？当然不是我家娘子，是我一个相好的。我现在怀疑她有了别的相好的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有啊，她现在总不搭理我。昨天不是下冰雹吗？我怕他被砸着，特地给他送伞去，他也不让我和他亲热，还说什么家里有郎君呀。可之前他早已向我表达了爱意，却至今不让我得手，这定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，拿他自家的郎君做幌子呢。我心里不服气呀，我对他可是掏心掏肺的爱呀，他怎么能对我如此狠心呢？那你是想……我现在要知道他那个新相好的叫什么，住在哪儿，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你想知道这些，有何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啊！我要知道究竟是谁从我手里抢走了美人儿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复杂。我懂你的意思。你查清楚之后，我再加你2块银锭。不过，我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啊。哎，我做事儿如果没有口碑，那你还会通过掮客找到我？那倒也是啊。行了，说吧，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啊？红药。好名字啊！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就在那个青石巷最里头那家。5天啊，就5天，5天之后还是这个时辰，我还在这儿等你。5天够吗？不行，7天、3天，一言为定。张三啊，哎，钱老板，给我来碗汤。好嘞，多加点肉。哎，好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对不起，孟不疑，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孟不疑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认识我啊？我是你同窗严知县。哦，对不起，严城。哎，什么严城？难道我还要叫你孟令史不成？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干嘛不直接叫我名字？君献兄，一向可好？嗨，我很好。
最近怎么没到我药园来喝茶？上次吃了我给你开的草药，睡眠好些了没有？静好，静好，入睡容易多了。我改日再请你喝酒啊。哎呦，你这句改日请我喝酒有些年头了吧？从我们一起读书时你就说，只是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真的等到你请。走吧。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梦令使又写了一宿啊！你这蛇妖的志怪故事都写完了吗？快了，写好了，第一时间念给你听啊！时辰到喽，散值喽。家中不是还有个如花似玉的娘子在等着？是，该回家了。前面排队的已经超过50人了，请不要再排了，改天再来。主要是怕耽搁你们太久了。本店老板大唐济公费翘这厢赔礼了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走，长安最时髦的美食，多耽误些功夫，我也要吃的。我也不走，我昨天吃上了，的确非常美味，今天非得排到多吃2碗。哎呀，对呀。快去做吧，老板，别多要嘛！哎呀，让一让！苏无名啊，外面人山人海，咱们要发大财了！来了！好了，快去吧。姨妹啊，这样可不行，咱们得加人手啊！放心吧，义兄，已经在招人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来了！掌柜的！啊！掌柜的，再给我来一份樱桃的啊，送9号桌啊！好嘞！樱桃，叫我吗？我叫什么你？这不，以后要说樱桃口味，不准只喊我的名字。我这不情不自禁吗？哎，樱桃的好了没有？苏先生，哎呀，来的正好，赶紧帮我忙活呀！穿着官服呢。义兄，樱桃口味的9号桌啊！来，让一让。卢参军让苏先生去趟青龙坊。哎呀，我已经不是刑狱博士了，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呢吗？雍州府的仵作都被派往城外各县协助验尸了。有命啊！樱桃啊！我不是让你加上口味2字吗？有事，带上家伙。何人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我是青龙坊的方正，大伙儿都叫我光叔。今日午时，我来找孟令使要衣服，
要衣服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天子开辟朝堂新气象，卢参军您不也是推行新政，入方理案吗？故而我呀突发奇想，在青龙坊推行一项新举措，让大伙儿把平日里不穿的衣服都捐出来，救济穷苦人。可这孟令史及时抠门，一直不捐。今日我特地来催他，我在院子里嚷了几嗓子，没人答应。又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我怕是遭了贼，我就进来了。可结果，孟令史叫什么？孟不疑。此人可是孟不疑？哦，不是，他叫张三，是本方卖羊汤的，早些年也曾发达过，可是啊，后来又落魄了。其实他就是个无赖，且为人极狡诈，往往做了恶事，不让公谢拿到把柄，总是逍遥法外。总之啊，非良善。可此人怎么会死在孟不疑家里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闻孟令史最近都在公谢谒职，可发现尸首都好久了，却一直也不见孟家娘子红药的踪影啊。红药，就是入方理案时弹琵琶那个女子。结果，谁死了？你这话问的，这孟家死人，除了孟令史，那就是红药呗。红药，那究竟死的谁呀？肯定是红药。不是有句话叫“红药薄命”吗？呸！什么红药薄命？那叫红颜薄命。你这老匹夫不懂瞎胡说。让一让。快让！谁说孟家死人？死的非得是孟令史和红药，没准进贼了呢。你看，这么做说的也是。苏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死者是何人啊？非主家，是外人。哦，哼，怎么才来啊？我的马慢。尸体没动过吧？当然没有。即死者因命丧于昨夜子时，脖梗侧有利刃伤，足以致命。此刀并非凶器，伤口尺寸甚小，从形状看，应是剪子一类的利器所致。脸部有淤青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但并非绳索所致。怎么回事？听说里面死人了。你让开这个！孟令史怎么了？孟令史，你家出人命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不要！不要！孟令史怎么才回来呀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站着！这，光手，我家红药呢？就是没见着娘子啊！哎，雍州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啊，见过卢参军。孟令史每日夜职，转天何时回家？我通常是沉默四出时分，不过今天我出了公谢，去了趟鬼市。去鬼市做什么？啊，我最近在写一部志怪笔记，因涉及神鬼，恐不利于阳气。但我听说鬼市所受扬州六合指有驱邪之效，百鬼莫进，故而去寻。那你寻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若哪天你寻到了，告诉我一声，从哪儿买，我也得买点。你也写志怪？成书没有？哪个书铺有售啊？孟令史，昨夜可曾回家？没有。有人作证吗？我李氏的小厅最近就我一个人，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，
我昨天晚上还和他喝酒来着。他知道我最近在写志怪，这几天都在跟我说蛇妖的故事。蛇妖的故事？啊！这是何人啊？张三。张三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横尸在我家？孟令史不认识此人？就是方中卖羊汤的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卖羊汤的？我就想知道我家娘子在哪儿。他会不会回娘家了？不可能，他都不是长安人，他也没什么娘家人。孟令史和娘子是如何认识的？他在骷髅弹琵琶，我俩认识的。后来我考上进士，又进了宫械，就把他接出来，然后我俩就成亲了。孟令史经常夜执，写志怪笔记费了不少脑子，不会背白了头发吧？我这头发好着呢，你看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那你娘子红药呢？我前几日到青龙坊见过她，不过没有看清楚。她就更不可能了，她那么年轻，那一头秀发，乌黑柔顺啊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例行勘察时发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谁的白发竟会掉在我家床榻之上？谁说孟家死人死的非得是孟令史和红药？没准进贼了呢。出来了。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红药啊？你认识孟家娘子？我不认识，只是纯粹的好奇。无可奉告。刚才有个年轻人，却是满头白发，可有印象？记得，还多嘴来着。找到他，带回宫械。明白。外面有个人，帮我盯着他。老贾，可将尸体运回宫械，存入冰室了。但记住，抬出去时需用白布扇好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死者的身份。是。孟令史还有你，你二人也需对外保密。薛欢，随我把这孟宅里里外外都搜一遍，看看有没有类似剪刀的利器。遵命。这陆三军，我娘子怎么办？你们要帮我找娘子啊！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娘子失踪，若天黑前仍不知所向，宫械自会派人寻找。不过卢某还想请孟令史多提供些线索，比如你和你娘子之前可吵过架？没有，吵架没有。还有别的线索吗？别的就更没有了。陆参军，您是捕贼官，我娘子丢了，你问我有什么线索？我能有什么线索？而且还要等到晚上，要是我娘子被歹人害了，那怎么办？陆参军，你不能不管啊！苏先生推测张三丧命是脖子上的剪刀伤所致，但是我们搜查了整个孟宅，并没有发现一把剪刀，这很奇怪。所以我大致推断，当时张三应该藏在柜子里，欲图谋不轨，被红药发现，用剪刀刺死。而红药杀人之后，又不敢报官，所以携剪刀逃走。薛期长推断的如何？有道理。可掉在地上的刀如何解释啊？从坠落的位置看，应是张三所持。那也许
是红药趁其不备，所以他的刀没用上啊。女子突然迸发出的力量不可小觑。那卢参军发现的那2根白头发该怎么解释啊？也许是很久之前留下的，这个可以再仔细问问莫不已。1个月之前，甚至半年之前，家中有没有留宿过老者？张三脸上有淤青，是窒息之象，应与他脖子上的勒痕有关。可这勒痕甚是奇怪，既非绳索，亦非布匹，也应不是什么武器所致。那我问你，张三到底是被勒死的，还是被剪刀刺死的，亦或两者兼而有之？那孰先孰后，哪个更致命？该如何确定啊？学到东西了吗？学到了，苏先生厉害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等着抓回来审便是。您没让我抓人啊？老刘、老罗都没了人影，暗探樱桃也被派了出去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并未发现线索就抓人，抓谁啊？傻小子，不是没有线索，是你还没有掌握线索。盯紧苏明，好好学吧。哎，薛怀，你可是卢参军的徒弟，多跟你师傅学。是。苏先生，那我请教一下，他们都去抓谁了呀？谁啊？确实是我的，我在孟家睡了半个月，首饰没收拾干净，竟然落下了头发，真是给我们寄居郎丢脸。还寄居郎？给自己起一个如此雅致的名字，就有别于贼吗？如果看到自己中意的东西，恐怕就会顺手牵羊吧。绝对不会偷，否则岂不是玷污了我们这行的名声？罗参军啊，这长安真有所谓的寄居郎，多数是无家无业者，也有少数有家有业的，出于怪癖，愿意潜入别人家过活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还是您懂，您不会也是？我问你，最后一次去孟宅住是何时？3年前，当天下雹子，洪耀回来的早，我就被他堵在屋子里。你是谁？你是贼，白头贼！不要报官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过张三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本官何时说过死者是张三？阿江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说，我全说。银挺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块。你让我杀谁？坊内卖羊汤的张三。洪耀叫你杀张三？是啊，可现在张三死了，我可就说不清楚了。阿江，你若没杀人，卢参军是不会冤枉你的，但你要把你知道的、看见的都说出来，不能隐瞒。是。我问你，拿了洪耀的银帖，你可对张三下手？我没杀过人，我也不会呀。我这犹豫了3天，才找了一把杀猪刀。可是我一见到张三我就怕，我不敢直接杀他。我就想着先旁敲侧击，套出张三到底得罪了洪耀什么。吃好慢走啊！好嘞。哎，三哥，我来帮忙了。你小子最近又在谁家睡舒服了？没有，是最近没地方睡，也没东西吃。三哥，你这去不去帮忙的？是。
三哥，三哥是你叫的吗？你得叫三爷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带刀啊？你长本事了，不做禁军郎，改当刺客了。没有带刀干什么？你当刺客肯定有人给你定金呢，让我看看给了多少。银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啊，三爷！您还不知道我吗？钱哪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我不敢告诉张三，是洪耀让我杀他，就只好说是去洪耀家寄居时借的。借的？我们寄居郎个别情况下也会偷东西，但我们不叫偷，叫借，意思是他日若发达，再以寄居形式悄悄还回去。但据我所知，也没人还回去，因为也没人发达过。那银子呢？被他抢走了呀！他居然直接抢我银子，这太羞辱人了！那一刻我真想杀他，可都被他抢走了，我就只好悄悄跟着他。结果发现，他去了洪耀家。肯定是去偷银子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当时就想，打我是打不过他，但是我可以偷袭他。我想等他出来的时候，趁其不备，一石头把他砸死。然后他偷出来的银子，我就可以据为己有，再找洪耀拿剩下的一块银挺，这样我和阿健就发财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做寄居郎了。可结果，还没等到张三出来，却见什么？却见孟令史回来了。孟不疑，你认得他？当然，我们做寄居郎的，对主家的身份总得摸清楚。昨夜孟不疑回过家？是啊，回来过，但挺奇怪的。怎么个奇怪法？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听到敲门声。再后来没过多久，孟不疑又出来了，他怀里还抱着一卷纸，也是翻墙而出。不是，是从门里出来的。再后来，还有更诡异的。但按说，我不该跟你们讲的，毕竟洪耀是第一个给我银挺的人。你若隐瞒，我不敢隐瞒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对不起洪耀了。等一等，你说孟不疑走时没有把自家门关好，留了一条小缝，洪耀也没出来关门？没有。我当时就犹豫了，张三那狗东西，难道不是去行窃的？莫非他是洪耀的相好？哎呀，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张三那人品还真不如我呢。哎，扯远了，说你见到的。哦，对，眼见为实。过了大约1炷香的功夫。他倒在地上，身上可有伤？没有。
你在窗外看得可清楚？我虽少白头，但眼神却好着呢。他身上真没有伤。大胆阿将，为了夺回红药给你的银请，便冲进屋中，用剪刀杀了张三。不是，还想抵赖？是不是想试试我雍州府的大刑？哎呦，小郎君，我看着你比我还小，你这脾气咋这么急呢？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如你所说，我是动过这样的念头，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进屋。你可知这里是雍州府西厅？你在这里信口开河，罪同杀人越货。我不敢隐瞒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用我寄居郎的名义起誓。你寄居郎的名义分文不值。若本官在查案过程中发现你有所隐瞒或蓄意编造，罪加一等，押下去。是。老贾，在，快去请喜君小姐到青龙坊，按方正和邻居的描述，给红药画像。是。那孟令史昨晚回过家，却刻意隐瞒，必有蹊跷。卢参军，该如何？问苏明。请教苏先生。这孟不疑确有嫌疑，但不宜打草惊蛇。这样，你暗中盯着他。好，成交。洪世忠，我懂规矩。各位大哥，你们谁看见虎神通了？他不是接了你的活吗？早早的就去杀人了。你记得我？当然，能找虎刺客干活的人，我一定记得住。怎么后悔了？想要回定金？不，瞧你这美梦做的，定金不退，这是刺客街的规矩。我不是来退钱的，我有个别的买卖，你们谁接？杀谁？不是杀人这回，是帮我找个人。找人来刺客街？你耍我们？你是在侮辱刺客呀！我宰了你！别误会，我打个比方，假如我想杀我的仇家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当如何呀？当然是先找到他，然后再杀了他。对呀，所以我只是想让你们帮我做第一步。这第一步怎么会是耍你们呢？找谁？找谁我先不能说，我只找你们做第一步，这价格当如何商量？最少得给一半。大哥，这给一半就不太合理了，找人总比杀人便宜吧？我觉得最多2成。不行，那2成半，不能再多了，而且得按我和虎山君之前商量好的价格算，怎么样？啊？我想耍我？不是，我宰了你！你谁呀？不要多管闲事啊！是个娃娃，躲开！雍州府旗长薛环，是个官家。走。哎，
天亮。真是。先请回吧，3日后来取。啊！你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是啊。哎，你谁啊？如此狂妄，说话都不看着我。我乃大唐第一刺客，武神通是也。第一刺客？哼！我只听说大唐第一刺客叫什么烽火燎城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刚才没说全，我乃大唐长安鬼市第一刺客虎神通。你既然是这个店的老板，想必就是姓钱名郑吧？哎啊，郑氏，如何？既然是钱郑，那就拿命来！哎呀，你真是刺客！谁雇你来的？这是我行规矩，我不能说。哎呀，休走！你是什么人？应该我问你吧，你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凶！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啊，他为什么杀你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杀人家？为什么？我不能说，规矩我懂。嘿，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？给他捆了！捆！谁敢？你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女侠去哪儿啊？我还得做生意呢。啊，那就先别捆了。啊？你这刺客还起得来吗？起得来就接着杀人。女侠，我跟你去便是，这是去哪儿啊？雍州府。啊！这疼，慢点儿。跪下！哎，疼你！卢参军，审吧。你俩谁先说呀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大胆，竟敢藐视公堂！那就从你这个鬼市第一刺客说起。说，何人雇你行凶？我肯定不说。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是的，雍州府。但是我不能说呀，刺客的规矩我懂。哼，你是假老实，还是真装傻呀？啊，我不傻。我不傻。我虎神通绝对不能辜负了刺客的名头，我就是不说。苏无名，碰到这样的，若是你审，当如何呀？碰到这样的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就是鬼市第一刺客？他是这么说的。我听说朝廷为了管理鬼市，已请治世多年的丰太丰老出山任鬼市令。没错，丰太老神仙可是你我的忘年之交。如今我们就只能跟他老人家说一下，把这个虎神通驱逐出鬼市。哎呀，你害人呢你！你要把我驱逐出鬼市，我就接不着活了。我说还不行吗？
你还想继续接活？那当然了。虽然这次又失手了，但不是没出人命吗？这几天牢饭，你就得把我放出来。看来你经常失手啊，那还当什么刺客？拿了定金，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吧？啊！罗参军，你听出来了吧？这就是一个专门骗取定金的刺客。话说那么难听干什么呀？少废话，说，何人雇你行凶？我怎么能问人家姓名呢？规矩我懂。上官，我说一句啊，他是杀手，他被别人雇来杀我，我是被杀，我又没有作奸犯科，你们帮我做甚是吧？哎，赶紧把我放了，我还得回去做生意呢。卢参军，裴小姐来了。来的正好。松宝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画像方正光叔已经确认过，洪耀真是美若天仙，他为人和善，青龙坊的街坊们都很喜欢他。画得很像。你见过？入青龙坊离案时，正遇洪耀在弹琵琶，故有印象。有劳一妹了，正好用得上。这个女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哦，今日在孟宅，你是这么问我的？请教这位先生，里面死的可是洪耀啊？是啊，当时就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孟家娘子。我可没说这画上的是孟家娘子洪耀。罗参军，他不老实啊。这好办，交给我。不劳女侠动手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是认识洪耀，但是他不是我杀的。虽说我找人在探查他新的相好的，但我并无歹意啊。再说，我怎么舍得他死啊？你找何人探查的洪耀？老猫，一个探查和追踪宅门密室的高手。老猫？可知其真实姓名？那肯定不知道啊！找他们这样的人做事，规矩我懂，不能问真实姓名的。规矩？这都是什么人定的规矩？有些规矩害死人。这样，趁着喜君在，叫他画出老猫这个人，还有虎神通的雇主。你是案探总监，你说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办？这两个人，等一等，一兄，卢凌风，钱正和虎神通所描述的看似大相径庭，但实则却极为相似。不对吧？这两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，神态也不同，而且我觉得差着10几岁呢。在不同的心境下，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神态。但为人画像最核心的是眉宇间的结构。我虽然不敢完全确定，但有种预感，钱正和虎神通所见的是同一个人。我怀疑，这个胡须是伪装的。一妹，那能否去掉伪装？我正有此意，我试试再画一张。甚好。有劳喜君了，需要多久？1炷香的时间即可，但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画。一兄，卢凌风，
你见过孟令史？令史？哪儿的令史啊？哎呀，如今苏山殿生意甚好，喜君忙得不可开交，当然没有见过孟不疑。孟不疑，这名字倒是蛮有意思的。卢参军，卢参军，苏先生，小姐，我废物，在鬼市上把孟不疑跟丢了。哎，这是小姐画的吗？还真像，不如拿此画像缉拿他。不可，叫所有人来看此画像，秘密抓捕孟不疑。孟不疑，你许久没来我这药园喝茶了，可是有事？卖羊汤的张三竟横死在我家中，你说他是不是和红药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红药不会是背着我和那张三？他就是个无赖呀！哎呀，红药要找个相好的，那是不是也该挑一挑啊？你这么怀疑红药不好吧？哎呀，是，这不该当着你的面说呀。毕竟你和他当初那才是郎才女貌，双宿双飞啊。你看你这酸溜溜的。哎，你当初为什么？哎，什么为什么？就是你当初得到任命后，连夜就走了，你为何不带走红药？那时年轻，担心沉迷于色，影响仕途。现在倒是有些后悔。想来当年，红药一定很伤心吧？你后悔了？难怪你进京任职后，这红药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俩不会是背着我破镜重圆了吧？孟不疑，我看你不是来喝茶的，你是怀疑我来套我话的吧？那倒不是，只是红药突然失踪了，我就想知道，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？我怎么会窝藏别人家的娘子？更何况你我是同窗，你拿我严君县当什么人了？好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是我不好。你何止是不好，你简直就是有病！是，我有病，我就是入睡困难，我吃了你的草药，我好多了。哎呀，孟不疑啊，孟不疑，难怪红药觉得嫁给你委屈。他怎么说的？怪你骗他，你那令史只能算是个吏，根本不是个官，你为何不跟红药说清楚？那他怎么知道的？只能包得住火吗？你就是固执。中进士以后，等待吏部全选考试，谁不给主考官送礼啊？就显得你清高了。结果人主考官说，你申言书判中的言一项不符合言辞明辨的要求，就给个吏治对付你。是，不过还有机会。陛下登基后，整顿吏部了。你也太幼稚了吧！你现在的路径，要么攀附一个大官，最好直接攀附公主给你推荐；要么你就去参加相应的考试，但这一回一定要给主考官送礼，才能由吏转为官。不然，你就当一辈子吏，永远别指望红药看得起你。红药真不在你这儿？不在。跑啊！我为何要跑？在鬼市，你跑得不是很快吗？那是他们要杀我，可我救下你之后，你跑得更快。你不是歹人，你是雍州府的，拿下！哎，你们为何如此对我？卢参军，孟不疑带到。
的就是他。好啊，说，你为什么让这个什么通的刺杀我？我杀的就是你！你勾引我娘子红药，我不该杀你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和红药的事啊？钱正，你不是请过宅门探子查红药吗？是啊。叫什么？老猫对吧？老猫。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这张脸。远点。过来。你就是老猫？是我。你可有证据？你告诉我，他住哪儿？是你呀！那个宅门密探是你假扮的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雇了你去探查红药？现在知道倒霉了。你勾引我妻红药的时候呢，你活该倒霉，你该死。你娘子呢？现在对我也是红药出，红药出墙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闭嘴吧你！啊！你打我！你不反思你自己，你打我！你是娶了红药，但是你关心过她没有？你连长安城都没有带她去逛过。他孟不义还不给红药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打我！陆玄通，你不是号称鬼师第一刺客吗？你收了我的定金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我再说全一点，我虎神通那是长安鬼师第一便宜的刺客，便宜没好货，你用我，算你倒霉。倒霉呀！好了，把他们俩押下去。啊？不是，你打我怎么算啊？走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哎呀，孟不疑呀，孟不疑，你是户部令史，要处理户籍、均田、共赋的事宜，还要协助上级官员进行相关决策。虽非正官，你也够忙的呀。能挤出时间写志怪笔记，我很是钦佩。还兼做宅门探子，你忙得过来吗？忙是忙些，倒也忙得过来，少睡一些便是了。孟不疑，身为户部官吏，雇凶杀人，你可知罪？陆参军，我虽雇凶，却杀人未遂，当从轻法判吧。而且我妻到现在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你审我做甚呢？孟令史，刚才公堂之上与证人厮打，我可立即叫你挨板子。孟不疑，既然你可以雇刺客刺杀钱正，那你也可以找其他刺客去刺杀红药，甚至有可能亲手杀了自家娘子，然后把尸体一藏，说人失踪了。是也不是，从实招来。陆令凤、苏明，二位可是破获过参天楼诡案，识破天惊，成佛寺缉拿魔王，名震长安。难道就这点本事，让一个小娃娃毫无证据的在这公堂之上喋喋不休？这太可笑了！薛期长，多嘴了。请问孟令史，昨夜你在干什么？公谢夜职。可是有寄居郎见你回了家，而且是翻墙而入。没有。要证人与你当堂对质吗？来啊！哎，你们找来的证人不会就是这个白发小贼吧？我家床榻上的头发是不是也是他的？还什么寄居郎？我看他就是个贼！你们连贼的话都信啊？我不是贼，我真见你跳墙进去了。我离你那么近，你出去的时候是走的门，你还夹着一摞纸。你住口！我昨日就在户部夜职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公廨。老书吏可以给我作证，我孟不疑
虽只是户部小吏，但我起码是正人君子吧？你们不信我的话，却要信这个白发小贼的吗？他完全是血口喷人！卢参军，你们雍州府还能不能做点正事？我娘子到现在已经失踪多时，你们要是不去找她，行，我自己去找。站住！薛西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昨夜我真见到他了。薛欢，继续跟着，莫跟丢了。是。阿江，你之前的供词中，孟令时走后，洪耀是和另一个人一起走了出来。对。可记清那人的长相？记得，大概。等一等，你不必跟我说，去跟喜君小姐说，记住了，说得越清楚越好。是。苏明，哎，兵分两路吧。让我去户部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倒觉得孟不疑可信。他的那个志怪笔记我都看了，能把故事写得这么好，人品往往都不差。比如我苏明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自吹自擂了，目前也没有别的线索了，还请暗探总监辛苦亲自跑一趟。哎呦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毕竟我还拿着月俸呢，一点都不辛苦啊！我这就去。哎，孟令时所言不虚，这1个月都是他业职。这3天我就一直在给他讲蛇妖的故事。这故事中啊，有一条青蛇，一条白蛇，还有一条紫蛇。我这故事可好听了，孟令时夸，说我令他收获不少。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。哎，不用讲的那么具体，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我会慢慢看。哎，老人家啊，您上了岁数，还能陪孟令时通宵夜职，中间没打盹儿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精神头好得很。夜职怎么可能打瞌睡啊？我倒是好奇了，3条蛇的故事能讲上3夜？哎呀，姑娘，我这故事好听得很，来，我给你讲讲。哎，改日吧，公务在身。就讲蛇妖的故事，没干点别的？哦，对了，孟令时还开了一坛好酒给老朽喝呢。你不会是酒喝多了睡着了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论酒量，长安城内无敌手。长安城内无敌手啊！哎呀，巧了，我也认识一位老人家，酒量甚大。他号称什么来着？反正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较量较量，看看谁的酒量大。哎，行啊，哪里较量？谁出酒钱呢？当然是他出。哦，他是个老板，最近刚开了一家苏山店。苏山？我听说过，有名的很呐。苏山下酒，咱这就走。这就走。就是你，就是我。老朽虽然上了年纪，但酒量好得很。长安城内无敌手。我费翘费英俊，大唐境内没罪过。请。哎呀，这费老板陪人拼酒去了，你我照顾生意吧。走。哎，诸位，排队辛苦了。本店已增加人手制作苏山，只要耐心等候，都能品尝到美味。好，怎么样了？画好了。小姐真是神人，画得太像了。走。哦，浅绯色官服。
这是个五品官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京城的官员那么多，谁又能全记得？那当如何去找？当然是去吏部了，不用去问尚书、侍郎，只用问在吏部供职已久的小官，他们的人最全了。甚至每个官员的籍地、家世、特长、嗜好、哪年的进士、师从何人，都一清二楚。对啊，令尊曾为吏部侍郎，这事儿听你的准没错。请喜君同往，如何？好啊。哎，老贼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是用了醒酒珠，可是他才喝2碗就倒了，早知道根本用不上这个宝贝。哎，行了，客人那么多，你赶紧忙去吧。素明，你这是用完人就扔啊？当老板太拴身子了，要不你帮我打理一日生意，我好好的喝一顿酒，就一日。不行。你看贤叔你都不帮我。我有个预感，探破此诡案的线索就埋在这志怪笔记中。行了，你快忙去吧，别打扰我了。上岸城内敌人。哎，行了，你无敌手，我无敌。我说，以后有这样吹牛的人，都带过来交给我，即便不用这醒酒珠，我也是大唐境内没罪过。嘿，你忘了昔日在云顶，你喝多了被人掳走了，泡在那酒池子里，差点被淹死了。那是着了坏人的道，不算数。掌柜的，再加1份红豆酥山。神气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谁知道？哎呀，严城啊，对这个仆人真是太好喽，吃喝都和自己一样，也不见指使他干活，养得跟个大爷似的，成天就在那里晒太阳、嚼薄荷叶。我还看到过严城亲自给明石洗薄荷叶呢。我要有这样的主人，我也愿意当仆人。谁说不是？红药，红药，红药！主人，红药失踪，是您所为。真离不开那个女人啊！你忘了7年前是我不让你跟她天天腻在一起，按着你的脑袋临阵苦读才考中了进士，否则现在还是岭南山里的一坨牛屎。就算我娶了红药，也不会影响我是您的仕途之路。闭嘴！想什么女人？你现在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天麻，这是当今天子最大的喜好，而你已经足够幸运了，一个8品官，准你穿飞袍，被视同5品，比你上头的太医令还要高。这些都是我运筹帷幄的结果。你不对我感激涕零，还来质问我？主人，求您了，红药不会耽误我仕途的，我一定尽心竭力，争取当上太常寺卿。那怎么行？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给我染指宰相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没资格考取功名的药材商人，就可以做长安的幕后之王了。
他，您当幕后之王，可您告诉我红药在哪儿？一定是孟母一来，您怕露馅儿，让他换地方住了吧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忘了红药，好好当你的官儿，别枉费了我的良苦用心。密使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严君县也是有脾气的。还敢对我使脾气？还严君县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本名？水姬，干什么呢？连长，这次敢对您不恭，我们替您教训他。让他使劲打！好了，别打了。别仗着自己是家奴，就敢对我们严城无礼！哼！身为仆人，忘了本分，随时教训你！哼！你们去忙吧。擦了擦了。连长，走走。主任，我刚才无法阻止，否则他们……你给我住嘴！主任息怒，最近总想起在岭南的日子，您叫我读书，准备考取功名之前，虽只是您的家奴，但那个时候，真是无忧无虑。哼！你以为我喜欢这傲慢的北方？连新鲜荔枝都吃不到。要不，我们回去吧，像西晋的张翰那样，秋风起，便有纯卢之思。你可以啊，还知道纯卢之思？接下来你想说，让我允许你娶红药为妻，然后生孩子，尽享天伦之乐？你想得美！连城，雍州府来人了。雍州府来我妖园做甚？哎，孟令使不是夜迟吗？这才什么时辰，怎么来的这么早？无处可去，就先来了。哎，老书吏呢？哦，我后啊，雍州府来了人。雍州府来人了，来人做甚？请老书吏喝酒，来的人还挺客气的。我还听他们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苏山下酒。卢兄，坐，请用茶。喝茶就不必了，我来是想请严城看一幅画。画？这谁画的我呀？是我画的。可我与姑娘素未谋面啊。是没有见过严城，但是有人见过。我是根据那人的描绘所画。谁？至于那人的名姓，我倒不方便透露。不过卢参军自是知道的。此事涉及一桩命案，还请严城配合，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如果在这儿严城有所顾忌，可随我回雍州府。只是在此之前，需你的人配合我的人，将药园及严城的住所仔细搜查一遍。见过严城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何人击鼓？卢参军。有何建议？问我？你是丹青高手，刚才又一直暗中观察严君宪和莫不疑，应已从他们的神情中窥视到许多，故
我问你有何建议？我也是凭直觉，他们2个都心里有鬼。既然他们是老相识，又涉及同一个女子，何不尝试一起审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哪里是需要问我，是见我在店里忙坏了，找机会让我出来偷闲一天吧？那倒没有，没有你的妙笔，我怎么能查到这个燕君县啊？喜君于我至关重要，不只是协助我探破诡案。我承认，我昨夜回过家。哦，可雍州府已有人去过户部，老书吏可以作证，说你通宵夜值并未离开过。他昨晚一直缠着我，跟我说蛇妖的故事，那简直是胡编乱造，乏味至极。我不想听，就给他开了一坛酒。那老书吏不胜酒力，喝了2碗，就倒下了，一睡就是2、3个时辰。我就趁这个时候回了趟家，因为我写的志怪笔记需要大量的纸张，用户部的不太合适。自从这燕君县回京夫人后，我和洪耀就不和睦了，所以我一直怀疑他。我进院后，看见屋里亮着蜡，我就上前使劲敲门，我就想吓他们一下。洪耀，开门！谁呀？我，快开门！来了。今晚不是夜值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看什么？你回来捉奸的吗？我问你，我先问你吧，你告诉我你在户部任职，但是令史就是个小打杂的而已，光在户部就有5、60个，不但职位卑下，且不入官品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我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但凡以我为念，你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你把我休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把我休了。休了你，你好和燕君县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我虽未当面揭穿，但你燕君县，你当时就藏于我家中。你说，你到底藏哪儿了？这，莫不疑，你说你娘子与他人有私，可有证据？有啊，我当时一进屋，我就看见一双褐色的靴子，就藏在床下，我看着一清二楚。就这双。陆参军，莫不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我暂时没有了。严城，该你了。既然有人画了我的像，等一下，陆参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对他尊称严城，对我直呼其名，你俩啥意思？官官相护啊！哦，在下乃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虽穿不上遣飞官服，但也不至于巴结他。毕竟，卢某曾为前右金吾卫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。但是你说的有道理。卢某刚才有口误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堂之上皆直呼其名。严君县，莫不疑怀疑你昨夜在他家中，你怎么说？你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既然画了我的像，那就有人看见我
出入孟宅了。再说，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好你个严君贤，你趁我夜知，撕毁我娘子，我去死你！为了胡杨又如何？他本来就是我的。公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